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猫丽。今天我们来做超级有料又健康的五谷杂粮全麦吐司。首先，在面包桶里加入一个鸡蛋，鸡蛋中的卵磷脂是天然的乳化剂，它可以让面团更加的柔软，而且还可以增加面包的弹性。加了鸡蛋的面包在烘烤时膨胀也会相对好一些。今天这款面包使用了50%的全麦面粉。面包的口感和营养都达到了比较平衡的状态。有人会问，可以全部用全麦粉吗？答案是当然可以啦，只不过面包的口感会粗糙很多。全部材料都放好之后，就把面包桶放入到面包机里。我的面包机有一个全麦吐司功能，选择3号键，它的制作时间是3个小时25分钟，重量我选的是750克。烤色我会选择淡，点击开始，面包机就开始揉面了。我用的是后油法，在面团揉至8-9分钟之后呢，可以加入一块冷藏的黄油。冷藏黄油的加入可以降低面团的温度，也可以让面团的延展性更好。在面团揉制的时候，可以准备一些杂粮谷物，其实家里有什么就可以放什么。我这次放了黑白芝麻、燕麦片，然后加了瓜子和南瓜子。家里如果有其他的坚果也可以放进去，但是尽量选择小片的。所有的杂粮谷物都准备好之后，面团也揉得差不多了。全麦面团的揉面过程呢，一共有3个阶段，3个阶段全部完成之后呢，面团就进入了发酵状态。此时就可以把面团取出来，稍微整形一下。如果面团有些干，可以在上面喷一点水，然后让面团在五谷杂粮碗里面滚一滚。面团全部都沾上这些杂粮以后，就把它放到面包桶里。此时面包桶的拨片我已经取出来了，最后再把面包桶重新放到面包机里。这时的面包机已经进入了发酵状态，盖上盖子，接下来我们就不需要去管它了。3个小时以后，面包就烤好了。取面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面包桶非常的烫，记得戴隔热手套。面包刚出炉的时候真的是满屋飘香，但是这并不是品尝面包最好的时候，因为此时的面包内部组织结构并不稳定，表面看起来也非常的硬，用刀切的时候就会造成挤压的现象，所以切好的面包就会变形，而且面包的内部也会粘连，所以一定要有耐心，等到面包冷却之后再切，才不会影响面包的形状，也不会影响面包的口感。1个小时后，面包就完全晾凉了，整个房间都充满了麦香。此时的面包表皮也变得非常的松软，切开面包可以看到面包内部绵密的组织。这款面包非常的健康，不仅有全麦的香味，还有各种谷物综合的口感，高纤低脂，越嚼越香。大家有空可以试试看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猫丽，祝大家做面包成功啊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